如果說一個國家的財政像一口井，那麼現在的中國地方財政已經不是在取水，而是在拼命往裡借水，然後祈禱井不要它。2025年12月，一個數字悄然刷新，卻比任何一聲警報都要刺耳。地方政府年度發債規模首次突破10萬億元人民幣，達到約10.1萬億元。不是傳言，不是推測，而是來自中國數據平台企業預警通，並與央行、財政部公開數據交叉對照後的結果。10萬億是什麼概念？相當於一個中等發達國家一整年的財政總支出，相當於中國近1/4的年度財政收入，被地方政府在1年內借走。而更殘酷的真相是，這10萬億中有62%不是用來發展經濟，而是用來還債。不是建學校，不是修醫院，不是改善民生，而是赤裸裸的借新債還舊債。換句話說，這不是投資，這是拆東牆補西牆，而牆已經裂了。中國的地方債問題並不是突然發生的崩塌，而是一場持續10年的慢性病，如今終於演變成器官衰竭。2014年，地方政府債券規模還僅僅只有0.4萬億元。當時的地方政府沒有真正自由發債的權利，只能由財政部代發，規模被嚴格限制。但到了2015年，新預算法正式施行，各省市自治區被賦予了依法舉債的權利，這在當時被宣傳為規範地方融資、提高透明度，現實卻是野獸被放出了籠子。2015年3.8萬億元，2016年6萬億元，2020年6萬億元以上，2021年突破7萬億元，2023年超過9萬億元，2024年9.8万億元，2025年破紀錄10.1萬億元。一條曲線清晰的像一把刀，從0.4萬億一路陡升到10萬億，沒有回頭路。名義上，這些債務用於基礎設施建設、民生項目、穩投資，但現實中，越來越多的錢只是進了一個巨大的黑洞——地方融資平台、爛尾工程、空城新區再融資循環。高鐵站建在荒地裡，工業園區野草齊腰，所謂形成資產，變成了沉沒資產。根據財政部數據，截至2025年9月末，全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已經達到53.7萬億元，距離57.9萬億元的債務限額只剩下一點點空間。而這還只是賬面上的數字。高盛早在2023年8月便發出警告，如果把地方政府融資平台 LGFV 的大量隱性債務也計算在內，中國地方政府的真實債務接近94萬億元人民幣。94萬億是什麼概念？相當於中國 GDP 的約75%，全國人民近7年的個人消費總額，平均到每一個中國人頭上約6.6萬元。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先背債6萬6，你可以不認這筆賬，可利息永遠不會不認你。面對這堆成山的數字，中國官方卻依然給出一句標準答案：總體風險可控。中央財經大學教授溫來成在接受採訪時表示，地方政府債務雖然超過50萬億元，但仍控制在限額之內，並提醒需要警惕中長期財政可持續性。這句話的真正含義幾乎等同於現在還沒報，但已經快到隱信。問題的核心從來不是有沒有資產，而是有沒有現金流。一座高架橋、一條高速路、一片產業園，除非源源不斷地產生稅收與收入，否則它們在財務報表上不是資產，而是負擔。現實中，越來越多地方政府連利息都開始捉襟見肘。為了維持賬面不爆雷，只能靠3件事：發更多債、賣更多的、拖更多賬。但現在地賣不動了。2025年，
全國土地成交面積和成交金額繼續下滑，多地土地流拍率超過30%，一些3、4線城市出現零溢價成交，甚至無人接盤。過去支撐整個地方財政的賣地財政，正在變成賣不動的廢紙。債卻不會等你。當新債只夠還舊債，當財政收入趕不上利息增長，當穩投資變成穩崩盤，地方政府就像一輛高速行駛的列車，剎車早已失靈，只能靠不斷加油來維持不倒的幻覺。而油是借來的。夜深人靜的時候，數字依舊在增長，利息依舊在滾動，表面一片平靜，水面之下卻早已暗流洶湧。地方債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，而市場、企業、普通人正在不知不覺中被捲進這場債務的漩渦，這才只是開始。如果說地方政府發債是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，那麼真正的戰場從不在財政報表上，而是在普通人的飯碗裡。債務不會自己報，它只會轉移。當地方政府的錢越來越少，債越來越多，有3條路必然被推上台面：企業被擠壓，公共服務被壓縮，普通人被收割。而這一切已經在2025年的中國悄然發生。第一刀落在企業頭上。在地方財政最拮据的時候，企業從來不是納稅主體，而是提款機。2025年，多地出現這樣的現象：企業被建議預繳稅款，補繳10年前的歷史稅；各類檢查頻率激增，隱性收費重新出現。在一些資源型城市，製造業基地甚至出現了財政突擊罰款的現象，只要有漏洞就被無限放大。只要有灰區，就被直接定性。企業不再被當作經濟活水，而被當作臨時輸血袋。結果是什麼？中小企業大面積倒閉。根據工商信息平台2025年前3季度公開數據，僅註銷和吊銷的中小微企業數量就超過250萬家，其中相當一部分直接與稅務壓力和現金鏈斷裂有關。當企業倒下，地方政府就能拿回什麼？短期一筆罰款，長期一地廢墟，而工作崗位從此消失。第二刀砍向年輕人，企業收縮，崗位萎縮。2025年的就業市場已經不是內捲，而是塌陷。即便是官方公布的數據，也承認16至24歲青年失業率長期保持在高位。多個省份的實際就業人數低於上一年，靈活就業成為主要統計口徑掩護。但所謂的靈活就業究竟意味着什麼？外賣、直播、擺攤、零工、代駕、陪跑、臨時工，這些崗位的共同特徵只有2個字：沒有保障。沒有五險一金，沒有穩定收入，沒有未來預期。越來越多大學畢業生不再投簡歷，而是直接問你們要不要人，而市場回答的卻是，不是不要人，是不要花錢要人。當一個社會開始認真研究如何脫離就業而生存，那一定是哪裡已經壞掉了。而這一切在財報裡叫做經濟結構調整期，在普通人生命裡卻叫命運塌方。第3刀是對所有普通家庭的慢性絞殺。地方財政沒錢，第一個削減的是公共服務、醫療、教育、交通、補貼、社會福利，一項一項優化、整合、合併。2025年，多地傳出消息，部分鄉鎮衛生院關閉，公立幼兒園合併，中小學撤點併校，公交線路削減，原本由財政承擔的費用，逐步轉嫁給居民。以前你覺得這些是國家應該做的，現在他們告訴你，個人負責，自負盈虧。當財政緊張到極點，人就成了最容易削減的成本。你可能沒發現，但你已經在為地方債買單。醫保報銷比例降低，
教育附加費用增加，各類公共收費上漲，城市基礎設施維護變差，社會保障越來越薄。沒有人會在新聞裡告訴你這是為了還債，他們只會說為了優化結構。可你我都明白，所有優化都在向一個方向集中，錢正在從民間往債務黑洞裡流。而最諷刺的是，這場債務危機從頭到尾都不是普通人決定的。誰批的項目，誰簽的融資，誰借的天量資金進行瘋狂的政績投資，不是外賣員，不是工廠工人，不是畢業生，不是農民，而是穿着正裝坐在會議室的人。但最後買單的卻一定是沉默的人群。這就是地方債真正的殘酷邏輯：權力舉債，人民買單，利潤歸零，負擔無限。現在的中國地方財政就像一個患上毒癮的人，明明身上已經背滿高利貸，卻還是不斷說再借一點就能翻盤了。可現實從不那麼浪漫。當地方債的規模從3萬億到6萬億，再到10萬億，僅僅用了10年。當真實債務可能逼近94萬億，當賣地這條路已經走到盡頭，當企業、年輕人、家庭正在被一層層擠壓，問題就不再是會不會爆，而是誰先倒下。